一块巨大的4D 幕布以超光速展开，瞬间就严丝合缝地遮挡了整个走廊。紧接着，男人迅速打开全息投影设备，正好赶在佛波勒上厕所回来的前一秒，将走廊复原成原先的模样。很快，机器锁定男人的眼珠子，这样就算佛波勒来回移动，全息影像也会变换视角，肉眼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。为了转移佛波勒的视线，让自己有机会行动，小帅立马按下声音发射器吸引他的注意，接着迅速抬起幕布向前平移。眼看对方没发现异常，回到原位，两人赶紧停下，接着再次制造声音吸引波波勒，直到两人平移到指定位置后，小帅才小心翼翼地拿起操控电脑，不料却在起身时不小心遮住了投射镜头。我也请你们喝酒。禁闭！话音未落，那对姐弟便已中枪倒地。眼看小男孩尚存气息，旁边的胖子急得团团转，但强哥清楚这是狙击手的圈套，专为引诱他们前去救援。你们再不杀，孩子就死了！随着这声呼喊，老奶奶刚冲出去便应声倒地。与此同时，小美抱起男孩就跑，下一秒却被击中腿部，连怀里的孩子也未能幸免。面对如此绝境，强哥也束手无策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远处的狙击手并未立刻击毙小美，因为他身上带着黑老大的犯罪证据。对方此举正是要阻挠他们撤离，等丧彪带人赶到就全完了。生死关头，强哥不得不做出一个冒险的决定。接下来的场面可谓惊心动魄。这部今年新上映的国产动作犯罪片，尚未观看的观众不妨找机会欣赏全片，相信会带来不错的观影体验。老大掷出武器斩落战马首级，目睹艾玛被杀，小伙立即翻身与敌人展开激战。刚解决完眼前的敌人，第二道暗器便呼啸而来。小伙敏捷闪避，同时用力拉扯绳索，不料敌方老大猛然转动武器，暗器顿时从地面弹射而起。小伙顺势将绳索缠绕在臂间，一步步向对方逼近。此时一名敌人趁机偷袭，利刃刺穿小伙衣袖，将他定在原地。危急关头，小伙咬开行囊，一脚将跌落的刀鞘踢向敌人。受惊的战马四处狂奔，将敌方老大从马背上拽落。小伙也被绳索牵引着向下翻滚，人马一齐顺着斜坡急速跌落。所幸小伙及时稳住身形，此时方丈赶来催促他撤离。小伙正要脱身，敌方老大突然从旁杀出，险些削掉他的脑袋。招致致命的攻势让失去武器的小伙难以招架，被打得节节败退。眼见敌方大军即将合围，小伙迅速拾起武器反击，趁对方阵型未成之际，一脚踹翻敌方首领，飞身上马疾驰而去。哇哦！这是一场针对总统的精密刺杀，雇佣兵混迹于人群之中。当卓哥察觉异样时，以为时过晚，狙击手扣动扳机，目标应声倒地。更令卓哥震惊的是，身旁的同事突然倒戈，原来他们早已与雇佣兵勾结，意图将刺杀总统的罪名嫁祸于他。所幸卓哥凭借敏捷身手逃过一劫。作为顶级保镖，卓哥拥有丰富的单兵作战经验，即便面对数百名身经百战的雇佣兵追击，他依然能从容应对。丛林正是他最熟悉的主战场，各类野战技能在此刻展现的淋漓尽致。见卓哥如此骁勇，雇佣兵头目便将目标转向其女友，在卓哥家中埋伏重兵，甚至部署了顶尖狙击手守株待兔。但这等雕虫小技岂能瞒过卓哥的双眼？下一秒，卓哥竟从地底破土而出，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骤然展开。这是武术冠军赵文卓领衔的最新动作电影，喜爱该类型的观众不妨一看，相信不会让你失望。男子将盗取的1000亿美金仔细绑在女友身上，这是将巨额赃款转移出境的唯一方法。他特意在腹部位置多加了几捆现金，让女友假扮孕妇，以降低安检人员的警惕。一切安排妥当后，两人一前一后走进机场。假扮孕妇的女友轻松通过第一道安检，但男子就没这么顺利。由于护照没有任何出入境记录，他刚办理值机就被安保人员拦下。经过严密检查，工作人员未在男子身上发现可疑物品，最终予以放行。很快来到最关键的安检环节，只要通过这道检查，他们就能带着10亿美金在国外逍遥度日。当女友镇定自若地走过金属探测门时，警报突然响起，她急忙取下项链，这才顺利通过检查，生怕工作人员看出破绽。两人加快脚步离开，想到即将到来的奢华生活，他们脸上不禁露出幸福的笑容，最终成功登机飞往国外。要解封天，还敢自称天人？区凡人，敢在本座面前撒野！眼看天魔甩出100吨重的棺材板，强哥急忙下腰闪避才躲过一劫，可天魔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。接着他施法将铜钱撒向棺材，原以为制成的屏障能拖延片刻，不料天魔的实力远超想象，竟仅凭肉身就撞破了上古的棺木。强哥见状急忙使出封印之术，没想到不起眼的妖童更加棘手，不仅瞬间破掉了他压箱底的法术，还在他毫无察觉时布满了出之即死的钢丝。此时妖童甩出玄铁陀螺，强哥扔出飞刃应对，却发现毫无作用，而陀螺竟像装了 GPS 一般紧追不舍，眼看拖下去自己必死无疑。强哥急忙去拿斩魔刀，可妖童根本不给他机会，下一秒陀螺再次呼啸袭来。美女用手点了点地面，没想到远在韩国的怪兽竟也做出同样的动作，紧接着他甩动玉足，怪兽也随之挥动鸡爪子，
确保所有人都安全疏散后，小美才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，真诚地写出道歉信，表示自己不是故意搞破坏。人们这才明白怪兽没有恶意。怎料下一秒，一只机器人突然出现，只见他在韩国的街道上肆意践踏。看到这一新闻的小美这才发现是男友在跺脚，她赶紧上前阻止，但丧彪却根本不理会，坚决要踏平整个韩国。小美瞬间上头酷吃，送给他一逼斗。此时韩国的怪物也扇了机器人一个大嘴巴，紧接着他们便殴打起来。但由于力量悬殊，小美很快就被丧彪打得无法动弹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男人在韩国搞破坏。为了不让韩国血流成河，小美当即做出一个违背祖宗的行为。正当丧彪还沉浸在杀戮的喜悦中时，不料下一秒他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。老人的盲杖不慎滑落，男子弯腰拾起后，见对方行动不便，便好心的走过去把盲杖递还。当指尖相触时，老人突然神色紧张，仔细抚摸男子手骨后喃喃低语：“你唔怕我衝撞你一歲嘛？你講啊！你今年心目相克，犯咗忌諱，哇，大難難逃啊！”听到这些话，男子并未惊讶，只是平静询问化解之法。老人凝重告知，除非有天大喜事冲煞，否则难逃此劫。说着说着，老人的脸色变得沉重起来，因为随着掌纹解读深入，他从手相看出此人将终身无子嗣，恐难避灾厄。一旁的女友听不下去，拉着男子欲离开。老人最后叮嘱，好自为之，早做安排。随后两人默然离去。女子抡起斧头猛击前方的管道，果然切断了氧气供应。下一秒，休眠舱内的外星人开始剧烈抽搐，仅2秒半的功夫，周围的外星人便全部失去了生命体征。见状，三人立即分头行动，是要将这些侵占地球的外星入侵者彻底清除。经过2年半的努力，他们成功消灭了大量外星人。但当阿伟抬头观察时，发现高处也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休眠舱，由于位置太高，根本无法触及。幸好阿伟通过液体流向判断出飞船内存在重力系统，他毫不犹豫地跑向顶部的休眠舱。就在他对管道疯狂攻击时，不料倒计时结束，一群年幼的外星孩童从舱内爬出。面对全副武装的三人，孩子们眼中充满恐惧。此刻若是开火，他们毫无反抗之力。经过片刻犹豫，阿伟最终选择放下武器。这个决定或许为2个文明未来的和平共处埋下了种子。影片在此刻落下帷幕。男孩轻盈一跃就来到了红砖上，随后又一个纵身，凭借出色的身体控制，全程避开黑白方格，顺利抵达终点。接着轮到2号选手小白，他虽然体能不占优势，却很快发现了规则的空子。既然明令禁止脚踩，他便干脆俯身趴地，用手肘与膝盖交替爬行，耗时2年半也成功到达终点。紧接着出场的是杂技演员小美，只见她从储物箱中取出一根绳索，手腕轻抖便将绳圈精准套牢肛门，凭借高超的走钢丝技艺，她毫不费力地完成了挑战。最后登场的是天才少年阿伟，本以为他会有什么过人的本领，哪知他仅是扫了一眼地砖布局，便径直踩着黑白方格坦然走。在场众人顿时目瞪口呆，急忙追问缘由。小帅不慌不忙解释道，考试规则禁止踩踏黑白方格，但现场铺设的皆是长方形地砖，因此完全符合规则。就这样，所有人都通过了测试。男孩轻盈一跃就来到了红砖上，随后又一个纵身，凭借出色的身体控制，全程避开黑白方格，顺利抵达终点。接着轮到2号选手小白，他虽然体能不占优势，却很快发现了规则的空子。既然明令禁止脚踩，他便干脆俯身趴地，用手肘与膝盖交替爬行，耗时2年半也成功到达终点。紧接着出场的是杂技演员小美，只见她从储物箱中取出一根绳索，手腕轻抖便将绳圈精准套牢肛门，凭借高超的走钢丝技艺，她毫不费力地完成了挑战。最后登场的是天才少年阿伟，本以为他会有什么过人的本领，哪知他仅是扫了一眼地砖布局，便径直踩着黑白方格坦然走。在场众人顿时目瞪口呆，急忙追问缘由。小帅不慌不忙解释道，考试规则禁止踩踏黑白方格，但现场铺设的皆是长方形地砖，因此完全符合规则。就这样，所有人都通过了测试。大飞，眼看女子身中剑士行动困难，强哥立即上前搀扶，不料两人还未站稳，万吨钢门轰然落下，将支撑的兵器压得弯曲变形。眼看支撑即将崩溃，强哥情急之下以惊人速度冲上前顶住钢门。他焦急呼唤女子尽快爬行，若不能在追兵赶到前脱身，两人必将命丧于此。但大飞早已力竭，女人还未爬出多远，桑彪已持40米长刀追至。面对猛劈而来的攻击，强哥仍死死支撑钢门不肯松手。下一秒，此时钢门以惊人速度下坠，女子拼命向前蠕动，强哥爆发出惊人力量单臂擒住钢门，终于在桑彪杀到前带着女子逃出城外。一架燃油耗尽的美军战机摇摇晃晃地坠落在航母甲板上。当人们看到身受重伤的飞行员和机枪手时，都不安地望向远方的天空，内心期盼着贝斯特的身影出现。尽管深知他的燃油根本不足以支撑返航，但大家仍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。
在漫长的等待后，就在众人以为奇迹不会发生时，身后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。此刻贝斯特距离甲板仅剩2公里，但他的战机燃油早已耗尽，意识到这样下去必将坠海。他迅速将战机侧身缓缓下降，在即将触海的瞬间猛地拉起操纵杆。在人们激动地准备迎接时，贝斯特驾驶战机平稳地降落在甲板上。这个看似惊险的动作对他而言早已是日常操作，无数次任务归来的训练让他掌握了独特的降落技巧。关闭引擎让战机如海鸟般滑翔，倾斜机身精准控制下降速度，最后时刻拉起机头完成完美着陆。劫匪在撒尿时，意外听见老大竟要黑吃黑，吃人分什么钱？但躲在暗处的小帅并未声张，而是在丧彪的子弹上做了手脚，随即找到唯一信得过的兄弟，刚要开口告知此事，交枪分钱。丧彪突然当众清空弹加以表诚意，小帅顿时慌了神，这下他再也分辨不出哪颗是被动过手脚的子弹。很快所有人都被灌得烂醉，小帅佯装喝醉瘫在远处椅子上。眼看时机成熟，丧彪开始装填弹药，可6发容量的弹夹，小帅只听见他上了5发子弹，男人顿时惊慌到极点，只能祈祷那颗做了记号的子弹已被装入。还等啥呢？快点儿！你吵人家睡我。很快丧彪就站到了他身后，老爷保好，老爷保好，老爷保好。幸运的是，女人被空调外机接住，这才保住了性命。但此刻没有什么比女儿的安危更重要。小美强忍着疼痛站起身，拼命扒开校工的窗户。她刚艰难地翻进屋内，后脚男人返回了楼下。浑然不知情的女人仍在焦急地寻找女儿的下落，完全没有意识到校工正在快速逼近房间。好在及时听到脚步声，她侥幸在校工打开肛门的瞬间躲到了床底。正当小美吓得浑身发抖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时，手机却不合时宜地响起。她慌忙按掉电话，屏息看着男人径直走进屋内。所幸校工只是进来更换衣服，但就在他刚松口气时，意外再次发生。男人突然弯腰捡拾地上的钥匙，眼看就要发现床底的异常，小美惊恐地蜷缩身体，却已经退无可退。关键时刻房门被敲响，校工见状赶忙去查看，小美这才逃过一劫。男子每天黄昏都会焦急地等候儿子归来，哪怕迟到1分钟都会严厉斥责，随后迅速将家中所有门窗紧锁，确保连一只蚂蚁都无法进入后，全家才能安心用餐。因为每当夜幕降临，窗外便不再是人类的世界，家中的旺财突然焦躁不安，紧接着门外传来猛烈撞击声，幸好父子2人及时抵住肛门，才没让外面的未知生物闯入。本以为危机已经解除，谁知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第二天，凯奇惊恐地发现肛门上布满深可见骨的抓痕，显然这肛门已经无法使用，他们必须趁着白天寻找材料修复大门。然而这天傍晚，凯奇只等到小儿子回家，于是立即外出寻找大儿子。殊不知大儿子因急着赶路，不慎坠入深渊。就在他吓得惊慌失措时，凯奇及时找到了他，但由于夜色已深，父子2人只得在原地躲藏一夜。与此同时，留在家中的小儿子正在休息，完全没察觉肛门已被怪物悄悄打开。就在怪物即将得手之际，男孩突然惊醒，用预先设置的陷阱成功捕获了怪物。渔船似乎捕到了什么大货，下一秒船身竟猛地一沉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拖着往海底拽去。此时船尾已经被海水淹没，短短几秒，大半个船身就被拖进了水里。渔民们还蒙在鼓里，不知道渔网竟逮到了一艘核潜艇。核潜艇内观察员侦测到异常情况，他猜测挂到了一艘渔船，但船长却不以为然，反而下令迅速离开。被拖拽的渔船以超光速向后退去，在这样的极限速度下，渔船的引擎早已超负荷运转，眼看就要爆炸。大量海水突然涌入，导致渔船又开始急速下沉。核潜艇的监测屏上代表渔船的光点正急速下降，船员再次恳求船长上浮。 What kind of size trawler? It's maybe 6 crew. Is it us? Down a No, we don't have time. Could it have been another submarine? If it was, 就在船员极力恳求船长时，小男孩对着红绿灯比了个手势，信号灯立刻就变绿了。旁边的交警看得一脸懵，我没开过，他自己跳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后来看到有人抢老人的座位，男孩伸手扶了下旁边的金属栏杆，那人顿时如触电般不停蹦跶。为了能早点到游乐场，男孩一路碰到红灯，就抬手让信号灯变了颜色。爸爸，我又枪毙了红灯。今儿个真顺，一路绿灯，真棒！到了游乐场，男孩觉得太空飞船飞得太慢，就搓了搓手，只见瞬间释放出电流，设备立马加速运转。工作人员以为机器出了故障，赶紧切断了电源。回到家后，愤怒的父亲狠狠揍了男孩一顿，男孩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。天渐渐黑了，他在路上遇到一位跌倒的盲人老者，连忙上前搀扶，没成想扶人的瞬间，他又不小心释放出高压电，电流穿过老者身体后，奇迹发生了，老者失明的眼睛竟然恢复了视力。
两人还没来得及为这份惊喜高兴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，悬在半空一动不动。东方朔为给汉武帝争取时间，悄悄将漏壶中的沙子藏进裤袋，趁众人不备时，又将沙子倒回壶中。东方朔，时辰到了没有？回太皇太后还没有到。还没到。在东方朔没开2度的操作下，硬生生延长出了2个小时。失去耐心的太皇太后不愿再等，而东方朔还是一本正经地表示，时间确实还没到。那也不等了。若此时太皇太后宣读懿旨，汉武帝必将地位不保。我要拟诏。待臣再去看。危急关头，东方朔急中生智。建元元年，汉室第5朝皇帝刘彻禀太皇太后，臣有要事禀报。讲。臣内急，想要如厕。我当是什么大事儿？去吧。恰在此时，汉武帝刘彻终于赶到现场，化解了这场危机。东方朔以机智为君王赢得了至关重要的转机。几人为了活命，躲进了一个巨大的塑料桶里，没想到整栋摩天大楼朝他们砸来，塑料桶瞬间被顶得像颗炮弹，以惊人的速度冲向深海。海水的挤压和大楼的撞击让几人被撞得东倒西歪，好不容易摆脱大楼的裹挟，开始上浮，半路却被一团杂乱的电线缠住，人们急得对着桶壁疯狂捶打，折腾了几分钟才挣脱束缚。可还没等他们松口气，几人拼命往外推，却毫无作用。突然外面传来剧烈的撞击声，原来是命大的强哥找到了他们。强哥用尽全力将塑料桶踹离，海水瞬间从洞口涌进来，怎么也堵不住。男人见状一拳砸在裂缝处，成功堵住洞口，而强哥此时已耗尽体力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向海底沉去。就在这时，塑料桶上残留的电线缠住了他的一只脚，强哥随着桶身迅速上浮，终于浮出水面。没想到塑料桶开始大量进水，而桶盖早已被锁住，无法打开。此时桶内水位正以超光速上升。朋友，我们人多，你把桌子让让。聋子，你听见没有？面对混混的挑衅，书生默不作声，只是轻轻摇头。这番态度激怒了恶霸头目，他当即派人将书生团团围住。小子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牵着不走打着走。好，我看你让不让。恶霸头目为了在小弟面前立威，亲自上前试图挪动桌子，却发现自己使尽浑身解数也撼动不了分毫。大当家心中一惊，不信邪的又叫来一群手下合力尝试，那张桌子依然纹丝不动。而此时的书生正悠闲地品着五粮液，面对如此挑衅，恶霸还想逞强，却被书生一筷子精准地钉在桌面上。大当家见对方如此嚣张，立即下令群起而攻之，即便武功不及，他们用车轮战累死书生总可以吧？起初书生凭借绝世武功轻松应对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渐渐力不从心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还被大当家的暗器击中胸口。眼见不敌众人，书生当即决定36计走为上策，纵身从窗户跃出逃离。幸运的是，女人被空调外机接住，这才保住了性命。但此刻没有什么比女儿的安危更重要。小美强忍着疼痛站起身，拼命扒开校宫的窗户。她刚艰难地翻进屋内，后脚男人返回了楼下。浑然不知情的女人仍在焦急地寻找女儿的下落，完全没有意识到校宫正在快速逼近房间。好在及时听到脚步声，她侥幸在校宫打开肛门的瞬间躲到了床底。正当小美吓得浑身发抖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时，手机却不合时宜地响起。她慌忙按掉电话，屏息看着男人径直走进屋内。所幸校宫只是进来更换衣服，但就在他刚松口气时，意外再次发生。男人突然弯腰捡拾地上的钥匙，眼看就要发现床底的异常，小美惊恐地蜷缩身体，却已经退无可退。关键时刻房门被敲响，校宫见状赶忙去查看，小美这才逃过一劫。男子一个纵身飞跃，瞬间跨越10万8千里，直追天际的波音747，可惜距离飞机仅剩0.1纳米。他精准锁定前方高楼的避雷针，开启极速模式冲上楼顶，接着他紧紧抓住避雷针，开始高速旋转，在完成9981圈托马斯回旋后，借助强大的弹射力，精准地抓住了飞机的前轮。而他的使命是拯救这架濒临坠毁的客机。男子迅速攀爬至起落架，让绝望的机长重新燃起希望。下一秒，他徒手顶起1000斤重的液压装置，并向驾驶舱比出大拇指。机长见状，立即配合放下其他起落架，按照原定航线驶向跑道。塔台工作人员震惊得无以复加。在飞机着陆的瞬间，男子再次托举起落架，确保平稳着地。当客机安全停稳，在全机乘客的欢呼声中，他潇洒地转身离去。小伙终于找到了记忆中的277号电线杆，想起父亲曾在附近建造过小屋，里面很可能存放着救命的物资。正当他朝着印象中的方向奔跑时，却不知追杀他的老头早已发现了他的行踪。起初老头以为这只是垂死挣扎，并未在意，但转眼间
只见小伙突然如获神力般加速狂奔，紧接着纵身跃入一个万米深坑，眼见猎物从视野中消失，老头怒气冲冲地发动越野车追了上去，决心要给对方一个教训。阿伟听到引擎的轰鸣声后，意识到自己已被发现，他匆忙躲进一片草丛，却惊喜地发现这里正是父亲小屋的入口。扒开洞口的石块后，他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，来不及喘息，他立即用脚猛踹支撑洞口的木板，必须在老头赶到前封住入口。随着汽车声越来越近，阿伟知道时间紧迫，为求活命，他使出浑身解数，奋力猛踹。经过不懈努力，终于在老头赶到前成功踹断木棍，将入口彻底封死，暂时脱离了危险。男人将传送门固定在车底，下一秒木板突然显现，翠花迅速撬开木板，小美毫不犹豫地钻入车厢。虽然车内满是琳琅满目的珍宝，但小美却对这些毫不在意，径直蹲下身开始行动。正当她准备收起工具时，不料幸好小帅及时用脚勾住传送门，才没有被发现。翠花急忙将小帅拉回隐蔽处，保镖虽注意到异常举动，但未深究。小帅趁机靠近马车，突然惊见前方出现100吨巨石，小美立即用尾巴缠住飞棍稳住身形，巧妙化解危机。随后让同伴用传送门修补马车破损处，并用画布巧妙遮掩。原来这批宝物正要运往首富的藏宝库，他们的计划是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全部珍宝。然而当众人再次开启传送门时，却震惊地发现放在一旁的魔法门意外倒地，导致传送出口竟变成了地面的普通石砖。男人将传送门固定在车底，下一秒木板突然显现，翠花迅速撬开木板，小美毫不犹豫地钻入车厢。虽然车内满是琳琅满目的珍宝，但小美却对这些毫不在意，径直蹲下身开始行动。正当她准备收起工具时，不料幸好小帅及时用脚勾住传送门，才没有被发现。翠花急忙将小帅拉回隐蔽处，保镖虽注意到异常举动，但未深究。小帅趁机靠近马车，突然惊见前方出现100吨巨石，小美立即用尾巴缠住飞棍稳住身形，巧妙化解危机。随后让同伴用传送门修补马车破损处，并用画布巧妙遮掩。原来这批宝物正要运往首富的藏宝库，他们的计划是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全部珍宝。然而当众人再次开启传送门时，却震惊地发现放在一旁的魔法门意外倒地，导致传送出口竟变成了地面的普通石砖。